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我家楼顶，因为我们这里的天气变化了啊，风比较大，所以大家看到有的画面可能有点摇晃，请多关照啊。今天中午的时候上传了一个视频，是讲德语媒体是如何报道关于中国国庆的啊，75周年华诞。有位网友啊在下面评论说：“对不起啊，我取关了，因为你的节目负能量太多了，请多报道一些正面的东西嘛。”真的，我看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悲凉啊。长期关注咱们频道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啊，我们的频道主要是从德语以及从德国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所以呢，很多情况下我直接翻译德语媒体，德语当然包括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的媒体。所以翻译他们的时候呢，我肯定是努力的寻找一些正面的话题。但是长期关注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就是德语媒体以及西方媒体其实差不多，他们报道中国的时候几乎都是负面的。所以呢，其实我非常努力的每天都在挖掘所谓正面的话题，但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他们不正面报道中国，那我怎么能够挖掘正面的话题呢？对不对？虽然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挖掘所谓正面话题，但是还不能让这位网友感到满意，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当然，来去自由，我也没办法啊。咱们本期话题还是与国庆有关，但是呢，这个国庆是德国国庆。对的，德国也有国庆，而且呢，德国的国庆跟中国的国庆只差2天。德国的国庆是10月3日，这是德国东西德统一日，所以每年这天就是纪念德国东西德统一的日子。那我就来说说德国的国庆是怎么过的。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德国国庆没有中国、还有法国、俄罗斯、朝鲜等等这些国家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大家注意啊，这个阅兵式不仅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有。在我的印象中，德国媒体也经常报道法国的阅兵式，但是我发现呢，德语报道中国的阅兵式和法国的阅兵式的时候是采用双重标准的。就是说，像法国那种声势浩大的阅兵式，他们不是从什么民主啊、自由或者独裁这个角度去解读，而是从法国这个国家的那个传统去解读。就是说，法国有阅兵式的历史。说到像中国啊、朝鲜啊，或者是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举行浩大阅兵式的时候，他们一般会从独裁这个角度，就是说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领导人他的私利，或者是搞个人崇拜，所以才有这种劳民伤财的这种浩大的阅兵式，就是穷兵黩武。其实，照我在德国30年的观察，德国人绝对想要同样的阅兵式，但是德国人不敢啊。一个原因是德国不敢有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如果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个公众人物说我们要爱德国，或者我们要以德意志的民族啊文化为自豪，那么德国的媒体还有德国的主流民意可能就会把这个人打成极右纳粹，就是给他扣这种帽子。所以呢，在德国啊，你是不能够公开说爱国的。那么就回到10月3日德国的国庆日，那天呢就是东西德统一日，但是这天在德国几乎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唯一有的就是德国的某位，比如说德国的总理啊，或者是德国的总统发表电视演讲，如此而已。就是说德国人呢，对于国庆可能想庆祝又不敢庆祝，五味杂陈。我觉得这样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不敢大声地说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是比较压抑的，所以他们看待其他国家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眼光也非常异样。中国人一般来说啊，就是有非常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目前啊，这种民族自豪感在德语媒体还有在西方媒体是作为一种负面宣传，他们就把这种民族自豪感说成是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这个词啊，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负面词汇了。而同样，爱国啊，在德国是有双重标准的。如果说爱国，那瑞士人爱国，还有美国人爱国，丝毫不亚于中国人。比如说，你去美国看的时候，我发现啊，美国人甚至比中国人还爱他的国家。而且我发现啊，在中国不少人可能爱美国要比爱中国爱得多。如果你去美国，可以发现啊，美国人他们爱国的方式非常特别，那就是爱挂美国国旗，可以说无所不在，在他们的花园里，在他们自己的门前，在他们的那个车上等等等等。瑞士也一样，瑞士人特别喜欢在他们花园里插瑞士国旗。
大家不信可以去瑞士看看，而德国几乎就没有啊，因为前面说了啊，德国人是不敢爱国的，主要是德国是2战战败国，被阉割的特别厉害，而且被渗透成筛子了啊。这渗透当然是被美国渗透了啊。德国实际上呢就是美国的殖民地，虽然德国人不敢大声的说，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啊，德国和日本一样，真的是美国的殖民地。你看，在德国有多少美国的驻军，对吧？在德国，不管是外交还是内政，特别是外交，他们是没有自决权的啊，事事可以说都得听他的主子，就是美国。特别是德国籍的冯德莱恩，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他掌权后，整个欧盟都围着美国团团转，制定的各种措施，凡是针对中国的，几乎都是跟美国保持一致的。难道欧洲没有自己的利益了吗？难道德国就没有自己利益了吗？他们有啊，但是不敢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德国嗤之以鼻，比如说北溪管道被炸了，一声都不吭，对吧？这就是没有民族骨气的具体体现，不敢维护德国的利益。所以说啊，作为德国公民其实非常可悲的，当然包括我啊，就是20多年前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入了德国籍。明天就德国国庆了啊，我就想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什么时候才能感到自豪呢？有的人以你看我们德国或者我们台湾有多少个免签国，所以呢我们就比你好，怎么样？其实免签国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非常小的一部分。当然，你想出行的时候，免签国更多一些，肯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个人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这个祖国的强大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它的军事、它的经济以及它的外交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对吧？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认为这个更加重要。过去我们扯远一点，在撤侨的时候，你台湾不是说有好多个免签国吗？但是到那个时候，有些台湾同胞还不是要寻求中国大陆这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领事馆的帮助。这个时候，你看一个强大的祖国有多重要了吧？而德国呢，虽然自诩有190多个免签国，但是你德国的北溪管道被人家就是炸了，你敢怎么样？连道歉都没有一声，明知道是谁炸的，但是就是不敢去调查，而最后呢还说是乌克兰人干的。这也太可笑了吧！其实呀，作为德国人，他们对自己的1战、2战的历史是非常憋屈的。直到今天，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德国人，还背负着他们前辈那种屈辱。但是呢，这种屈辱，至少目前是放不下的。虽然很多德国人，特别是选择党的那部分选民，特别想德国强大起来，独立于美国，但是这个枷锁怎么也挣不掉。这是德国的悲哀。所以10月3日虽然是德国的国庆日啊，但是很多德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自豪感。另外，说到德国统一，其实德国人不管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西德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德国人为他们的统一一直交了20多年的税，是什么税呢？叫团结税。当初统一之前啊，政客说我们这个团结税只是交几年啊，不会交数十年的。但是一般来说啊，一个国家的税引进了之后就很难解除，而这个团结税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政客说话就像放屁，对吧？反正他做了这届4年之后就下课了，所以他说了什么话放屁也无所谓。这德国的团结税就是这样，一交就交20多年，直到最近2、3年才取消。而有一部分现在仍然在交，那就是相对来说收入更高的人。虽然德国统一30多年了，庆祝了30多个国庆日，但是德国人的内心完全没有统一，那就是西德和东德之间，德国人内部的隔阂依然这个鸿沟特别的深。西德的人看不起东德人，东德的人觉得自己是2等公民，但是西德人又觉得我们为了东德统一贡献了20、30年，你们东德人还不喜欢我们西德人，或者你们东德人，你看你们极右的特别多，你们选择党的人特别多，我们西德人就是不喜欢你们东德人，等等等等，很多方面都这样。
东德的政治生态和西德的政治生态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东德鬼子看不起西德鬼子，那我西德鬼子也看不起东德鬼子，反正双方都不喜欢。你们说这样的国庆节有什么意思呢？另外还有奇葩的事情在德国，那就是国庆节，比如说明天就是周四了，后天周五，然后就是周末了，对吧？如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一般就有调休，对吧？也就是说，一周之前那个周末我多工作一天，那么周五就放假了，对吧？然后就可以连成周四是国庆，周五呢放假，然后呢周末又有2天，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做法，可以连休4天。但在德国就这么奇葩，就这么固执，那就是没有调休。周四是德国国庆日，放假1天，周五工作，然后呢才到周末。所以呢，很多人特别无语，但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在德国还有这样的一个词，是德国人创造出来的，那就是过渡日。在这里是指周五那天，很多德国人呢为了连休4天，那么周五这天他们就休年假。德国人的年假一般来说，按照德国法律至少有24天的带薪日，一般公司给30天，所以呢他们的年假是比较多的，所以就会利用这个所谓的过渡日休假1天，这样的话他们就连休4天了。另外在德国请病假非常容易，就是说装病非常容易。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传说中的德国人的严谨呢，是中国人神化出来的。像这种礼拜五要工作的时候，为了连休4天，那么肯定有不少德国人会装病。装病刚才说了很容易，你直接到医生那里开张假条，或者打个电话给自己的家庭医生，就说我今天突然不舒服了，请帮我开个病假条。德国医生也非常好说话的啊，一般都没有问题。有的德国医生甚至还会问你想生病多少天啊？真的，这是完全存在的啊。我相信在德国工作过的人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吧？但是我在德国当职员的时候，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我觉得我能去上班，我绝对会去上班，不会去装病。说到德国装病啊，应该是上周在德国媒体呢有这样的报道，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在德国有一家工厂，这些工厂的员工啊，8月份、9月份的时候，他的病假特别多，超过10%几，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10几个人是请病假的，这非常不正常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你德国的老板拿他没办法，因为请病假太容易了。而德国的工会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特斯拉可不是福利部门啊，要生产怎么办？德国特斯拉工厂的领导人甚至呢偷偷的去请病假的人家里去明察暗访，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病，还是在度假，或者趁病假的时候去劫私活干、打黑工等等。这样的操作在德国极不寻常，真的好像也非常不受欢迎，所以呢引起了工会非常大的反弹。但是德国特斯拉工厂的领导人说，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这病假实在太多了。我们真的想搞清楚，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什么大的那个流行病，所以呢我们去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病了。在德国啊，要开除一个员工非常的困难，但是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如果你无故请假、乱请假，比如说你请病假的时候你接私活干、打黑工，那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被雇主抓住把柄了，那就可以立即开除。所以如果是不讲失业的人，他是比较顾忌啊，比较忌讳他的雇主去明察暗访的。我们回到德国国庆日10月3日这天吧，在德国是极少能够看见挂德国国旗的，公共场合呢可能只有每个地方的市政厅，仅此而已。私人是绝对不会挂德国国旗的，一个是不想挂，另一个呢是不敢挂。有一些所谓比较爱国的德国人肯定想挂，但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你挂，很可能邻居呢会指指点点，说这个人不正常，怎么能挂德国国旗呢？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啊，德国呢是个奇葩的国家，是个比较变态的国家。那就是呢不敢大声的说爱国，不敢庆祝自己的国庆，不敢挂自己的国旗，而只能喊什么口号呢？平等、博爱、
多元，多元他们指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文化，还有 LGBT 等等，这些元素比庆祝德国国庆更为重要。好了，刚才说了啊，德国人是如何庆祝德国国庆的，你们看了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想法？我们今天话题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